林总，你也去上海啊？嗯，我可以带你们过去。那太好了，谢谢林总。走。那西光坐前面吧。好机会啊！你好好跟林总打打关系，毕竟不是上班，大家都比较放松。走，走，雨华，上车。你们去哪儿？我们先去平安寺，雨华最爱求神拜佛了，听说那儿求财很灵的。我想去外滩逛逛，不过都说那是外地人才去的，但我就是外地人啊。你呢，林总？你去哪儿啊？哎，不方便回答的话也没关系。你顺路吗？不顺路的话，下了高速把我们放下就可以，我们可以打车的。西光最近很累的，听说盘点要爬上爬下，做升降梯什么的。西光还摔了一跤呢，手上和腿上都破皮了，脑袋还被零件砸了一下呢。西光，醒醒！我们到了。你到哪儿了？平安寺。他一定是晕车了，早点下车透透气儿。那谢谢林总送我们。谢谢林总。林总，拜拜。许愿，许什么好呢？后面的盘点都由你负责。为什么？擅离职守。让林雨森林总加速度的消失吧，升职啊、调回总部啊什么的都行，被外星人抓走也无所谓啊，求他快消失。辛苦啦，盘点了一周。哦，还好。跟大家说个事，前天林总在上海出了点意外。让林雨森林总加速度的消失吧。他没事吧？还好，人没什么大事，
不过脚受伤了，需要静养一阵子。这个月林总的工作由我接手，但是厂区扩建和融资的事情，还是需要他看一看，给出意见。所以需要一个人去林总家里接送文件，也不会太频繁去，1周1、2次吧。你们谁愿意啊？张总，我去。首先当然是因为扩建的事情，我一直在跟进嘛。然后大家也知道，林总对我的印象很不好，所以我想争取这次机会，改善一下林总对我的印象，顺便救赎一下我内心的罪恶感啊。好，就你去。谢谢。26号。阿姨你好，请问这是林宇森先生的家吗？是的，林先生公司的吧？嗯，他在书房等着呢，快请进。林总怎么样啊？有没有事？医生怎么说？没事没事，问题不大的，就是有点引起旧伤复发了。医生让静养，一次性养好。现在呀，不让多走路了，也不好站太久。都不能走路啦？我许愿这么灵吗？说消失就消失，还这么惨烈？完蛋了！我真的要见被害人吗？那我会不会不方便进去啊？阿姨，要不你帮我把文件递给林总吧？我问问林先生。小姑娘，你等等啊。谁在外面？林先生，你公司的员工啊，一个蛮标致的小姑娘给你送文件来的，你看她方不方便进来啊？还是我拿给你噻？让她进来吧。那你进去吧，我给你倒杯水。哦。林总，是你。其他人都没有空。赵阿姨，哎，带她到客厅坐坐。好。小姑娘，林先生说让你把这单子上的资料明天带过来一下。明天还要来？林先生是这么说。林总，这是你昨天要的文件，我都带来了。我去外面等。林总，我忘带手机了，可以看一下你客厅茶几上的杂志吗？你不会有兴趣。
都是医学期刊。哦，那我出去的。来吃点水果。哦，谢谢阿姨。这些杂志都是以前林先生订的，好像一订就是好几年，从来没有断过。这次我回上海，就顺手从上海带回来了，也不知道他现在还会不会看了。哦，林总以前一定是很敬业的医生。他从小就特别优秀又勤奋，大家都说他是天才呢。可惜。林总，你喊我？你在书房坐着，我有些问题，随时要问你。哦，好。明天下午，陈阿姨有事回上海，你自己开门。一会儿让陈阿姨把备用钥匙给你。什么情况？我送个文件而已，怎么都有钥匙了？我拿钥匙，会不会不合适啊？难道你要我开门？哦，没有没有。等一下，我明天还要再来，那岂不是连续3天都来林总家？那同事们……小聂啊，这份文件呢需要林总签一下。还有这份，这个比较急哦，西光，你跟林总说一下，这是今天就要。不是，你们怎么都直接给我？姐妹，我帮你保密，你悄悄告诉我，你跟林总是不是有什么情况了？林总，我是聂希光，我现在可以开门进去吗？可以。
坐。林总，要我给你倒点水吗？林总，可能要等几分钟，开水没有了，我要烧一下。加了冰箱里的冰块，所以不太烫，现在就可以喝。聂希光，你为什么觉得内疚？什么？你脸上藏不住心思。你第一天来，我就觉得你很内疚。为什么？我不是故意诅咒你的呀，而且我该怎么回答你啊？说我在庙里诅咒你了，所以你就出事了，这也不科学啊。聂希光，这是我第2次事故。第1次车祸，断送了我的职业生涯。你的我的左手。如果这次车祸能勾起聂小姐什么久远的回忆，那我会感到非常高兴。什么久远的回忆？林总，你在说什么？你可以回去了，钥匙放在玄关，以后不用再来了。谢谢。这些文件是什么？这些是明天林总要签的，张总说还是给林总过目一下，就放你这儿了。主管，这些是给林总的文件，林总说不用我去，就先放你这儿吧。怎么了？你明天不去了？林总说以后不用我送了。好端端的怎么不让你送了？希光，你是不是又得罪林总了？好像是。你又咋了？我不知道啊。我这一路想破了脑袋，喝光了奶茶都没有想出来我到底哪里得罪他了。哎，这2天他不在，我要好好放松一下。等他回来，我又要面对更惨痛的加班连语。走。林总，你回来了。林总早。走。
果然要发任务了。英姐，把各部门复盘报告整理好，拿到办公室。哦，好。那这个就放你这儿。行。怎么好像突然没什么事干？完蛋了，等送完人要回来批评我了。厂里的2期扩建工程停工有一段时间了，土建承包商和设备供应商都是之前采购部指定的。丁总，你刚入职，要尽快熟悉工程情况，验收一下已动工的土建和已入场的设备，做一个详尽的工程进度周期表给我。承建商和供应商层面，该整改就整改，该更换就更换。好，你放心。自从莫总被总部带走之后，我们公司高管换了好几个了吧？很正常吧？新官上任肯定要换上自己的班底啊。英姐，你有没有觉得林总回归这半个月都不怎么给我安排工作？有吗？有啊，我都闲得在电脑上看八卦了。结果有一天，他正好从我背后路过，我都没来得及关，他看了一眼，我以为他要骂我，结果他好像没有看到一样。后来也没怎么样。这还不好吗？看吧，送几次文件还是有效的，好感度直接刷上去了。是吗？可我怎么觉得他是懒得再搭理我了，好感度更低了呢？那怎么办？再努力一下？我才不要，不加班还不好吗？我的人生终于重新快乐起来了。啊，快走快走快走！果然我之前是过劳肥，现在林总不折腾我了，我一下子就瘦了，已经恢复到进厂设置。自从有了冰箱，我仿佛更重了。啊，最近采购部开了好几个人，怎么一栋还没有宿舍空出来啊？不知道啊。正好走的人都住在外面吧。哎，你在宿舍吗？现在我拿几件衣服过去洗。在呀，你速来。不是吧？你不是说你在吗？嘿嘿，就是忘记带钥匙了，骗你过来陪我一下。你又没带钥匙，搬过来之后都第2回了吧？雨华也不在。他去昆山找同学玩了，还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呢。刚刚我去宿管科拿备用钥匙，结果没有人，倒霉死了。阳台门开着吧？开是开着。西瓜，你又要爬阳台啊？不要了，天都快黑了，太危险了，还是等宿管科的人来了再说吧。谁知道要等到什么时候？那万一雨华今天不回来呢？反正也不是第一次了。你好，能借你的阳台爬一下吗？2212又忘带钥匙了。别说那么大声。2212又忘带钥匙了，谢谢。要不再等等吧，太危险了。没事，我小时候在乡下长大的，什么地方没爬过。你小心点啊。好。
这谁能想得到呀？我专程到苏州来给我们林大帅哥送请帖，结果收到公司找你就算了，居然还带我去吃食堂。专程2字你证明一下。还有，是谁要赶着回上海，来不及去外面吃的？你可别混淆是非啊！叶曦光，曦光，不要怕，看着我，能不能听听我说话？回答我，今天星期几？星期天。曦光，他怎么样了？你好，这里是工业园区宇光路1号双远光伏员工宿舍1栋，有人高处坠落，现处于昏迷状态，需要救护车。没有明显的头颅外伤，摸不到头皮血肿，各项体征平稳，但有短暂的意识丧失。我们大概还有15分钟到医院。曦光，曦光，叶曦光，别睡，尽量保持清醒。曦光，你别想我。曦光。曦光，没事。久等了，刚刚有个急症病人。就初步检查来看，没什么大问题。病人先去做 CT 扫描，病人家属先去洗洗。谢谢。我没什么事吧？你叫什么名字？
野西光，我呢？林雨森，你还记得你是怎么掉下来的吗？爬阳台掉下来的。我是盛先民的外孙，你有印象吗？盛先民，盛远的董事长吗？你没说过呀。很好，你意识很清醒。你身体状况良好，各项检查都没有问题，除了皮外伤，没什么大碍。不过，最好住院观察一下。英姐是跟着救护车来的，我让她回去了，明天她会来照顾你。他吓坏了吧？她吓坏了，我真是为聂小姐的宅心仁厚感到诧异。这种时候居然还关心别人的心情，要是真有这么善良，为什么？看在我已经够倒霉的份上，你能不能稍微控制一下对我的偏见，和颜悦色一点啊？你哭什么？你毫发无损，有什么值得哭的？我连哭的权利都没有了吗？要不是你朋友那声惨叫，我也不会掉下来。我被你害得这么惨，还要被你各种讽刺，我哭一下都不行了。因为我不是因为你，是因为谁？我是有多倒霉才会遇见你？又是摔倒，又是被零件砸到，你知道盘点有多累吗？现在我还从楼上摔下来。西瓜，林雨森，我有个问题。你说。我是聂成远的女儿又怎么样啊？我们两家又没有仇，你为什么要这么为难我？我们两家真的有仇吗？盛家和令孙一向合作愉快。那为什么？我也想知道，为什么？聂西瓜，认同吗？我也是。他这是怎么了？现在不是我在控诉他吗？怎么感觉我才是伤害他的那一个？你还好吗？这句话。
现在看东西还有失焦的情况吗？暂时没有。手后面呢要认真复健，日常生活不会受到影响的。医生，那做手术呢？他是神经外科的医生。盛婷，我对不起你。是我害了你，你动了10几年的医，这是意外。对不起。那个他有事一时来不了，下次我一定把他带过来。不用了。别哭了。搁浅玻璃上，看不清方向，一如既往。你是我的梦想，幸福的模样就在前方。完美结局是不分离。以后最怕我还是我不会再这样。失去你，时间如何带走悲伤？最后剩我游荡，睁开眼闭上眼，怎么遗忘？以后我不会再这样对你。一定。来，林博士，告诉我，你那位小病人和你到底是什么关系？这么伤心？他从楼上摔下来，我是他的上司，关心不是应该的。哦吼，听起来啊，充满了人道主义关怀的。他还有点不舒服，要输液，住院比较放心一点。有更需要的病患进来，我们立刻办理出院。行，不过你老实交代吧。是不是看上人家妹子了？你不能自己辩证。辩证完了，迟发性恋爱脑晚期。这是什么呀？哎，不是给我的。阿姨煮的粥，你又没生病，喝什么白粥？西瓜，我的光啊！你没事了吧？我罪该万死，我对不起你。要是有什么事，哎，你要是有什么事儿的话，我直接自挂东南枝算。啊，你干嘛这么夸张？我没事儿，就是一抽一抽的疼。那医生怎么说呀？你这个额头上的擦伤，还有
手上这个擦伤会不会留疤呀？肯定不会留疤的，放心吧。对不起，对不起。好了好了，又不怪你。有胃口吃早餐吗？有，小心腿啊！你们在哪儿弄的保温桶啊？我其实在医院订餐就行。不是我们的，我们就买了点水果和这种粥。来的时候正好看见林总站在楼下发呆，他让我们把粥带上来了，好像是他家阿姨熬了送来。西光，你住的是单人间？哎，这种单人间咱们医保好像不给报销吧？哎呀，你担心什么呀？林总昨天晚上已经把钱付过了，不过也是应该的呀。要不是他那个朋友大喊大叫，西光也不会吓得摔下去。哦，你怎么知道是朋友，不是女朋友啊？你昨天没看到啦？林总疾言厉色的样子好吓人呢。其实西光摔下来的时候，那个女生也吓着了。那如果是女朋友的话，林总肯定要安慰她的吧？结果完全没有啊。我听着，好像是以前的同学吧。不过西光，你也别太怪林总了。昨天送你到医院，所有事情都是他一个人做的。哦，对了，你昨天还吐了他一身。我吐了他一身？对。我真的没事了，你不要担心。快回去吧，我估计我明天就可以回去上班。别了，你还是好好休息几天吧，千万别逞强。那我们先去上班，下班再来看你。那我们先走了，走吧。拜拜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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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走啦。嗯。不过西光，你也别太怪林总了。昨天送到医院，所有事情都是他一个人做的。在救护车来之前，给你急救啊、检查呀，林总还得扶着你，让你吐他身上，不然的话你就掉下去了。也不知道林总的手怎么样，他昨天是直接冲过去单手接的你，都跪倒了。昨天，谢谢你。不客气。像影子追逐着光，却道歉一下，也太刻意了吧。你假装笑容模样，却掩不住伤。You are the sun in my life， 却隔着长夜无法抵达。我只能安静。
现在怎么样？等晨曦会不回来？You are the sun in my life， 却隔着长夜无法抵达。我只在记得等晨曦会不回来？你现在怎么样？不好意思，我刚刚睡着了，感觉没什么问题了。一会儿我去看看。还来啊？一会儿是真的一会儿。正好走到门口。躺下吧，最好多卧床休息。感觉没事了。那个，对不起啊，我听英姐说，昨天吐了你一身。之前做医生，这些都习惯了。那你的手，英姐说好像受伤了。没事。聂希光，如果我把之前的一切都忘记，你呢？我之前那样对你，也一笔勾销。这是要和解？我这个人从来不记仇的。那就好。那你为什么突然要一笔勾销什么的？因为我怕。我最怕生病的人哭。他前面半句不会是想说他怕我哭吧？我一般也不哭的。早上好，今
今天感觉不错啊。是的，林总，我觉得我已经满血复活了。我什么时候可以出院？你问你的主治医生。哦。住院是挺无聊的，所以我给你拿了些东西。什么东西？你不会特意去公司拿的吧？其实我并不像你这么工作狂，我一点都不喜欢加班的。玩游戏费神，用工作来休息一下。你确定这是休息？当然，用脑区域不一样，相信我，我神经外科博士。至于游戏，你可以交给我。昨天没通的关，我帮你。抱歉，我似乎高估了我的能力。没有没有，这个游戏就是特别难。你要是一下子过去了，就也会显得我能。我去找一下方医生。哦。这个游戏需要左右手配合，他的左手。我已经看过了，现在还需要对。小聂啊，方医生，你这是要偷跑？我去楼下小花园走走。哦，去吧，多活动活动呀，有利于恢复健康。哎，我师弟好像也在那儿。林总还没有走。他不是请假了吗？苏州又没有朋友，只能赖在我这儿了。我工作的时候啊，他只能自己玩了。哎，方医生，怎么？八卦一下？不是，我问你个问题。你说。我们林总不是因为车祸当不了医生了吗？那你为什么还每天拉着他一起讨论手术方案啊？这不是太戳人伤口了吗？小聂，这是开始关心我师弟了？不是，我就是。你可以视作一种脱敏疗法。脱敏疗法？他其实从没放下。他出事的时候，是在苏州无锡端高速，送到苏州另一家医院，转到上海的时候我才知道。那段时间，一有空我就往上海跑，生怕他会想不开。我们外科医生需要付出10年以上的努力，才能站到手术台上。他才刚刚开始。看左边，左边。哎呀，完了
了，要输啦！是被你的声波干扰了。小诺，走啦。那你下一把我不说话了。叔叔，别的医生叔叔说你是非常非常厉害的医生，那你会给我爸爸动脑子的手术吗？不会。哦，可是你比较帅耶。叔叔连游戏都打不好了。我好像一下子一点都不讨厌林总。最近新出那部电影，网上评分很高呢。后天我正好休假，打算去看点。你是说那部恐怖片？你一个人啊，单独去看恐怖片，你还找个人吧，你别到时候啊哭着跑出电影院都没个人安慰。我也想啊，这不是找不到人吗？可惜我要值班啊，要不然友情奉陪一下还是可以的。说到恐怖片啊，让我想起一段不堪回首的往事。想当年，我好不容易追到一个长发美女，就约在公路看片，你们懂的。结果打开它是个鬼片，我抱着人就发抖，人家推开我就走了。不是，还有这种事儿呢？你好意思说出来，也不怕丢脸啊？那有什么丢脸的呀？男人大丈夫，色流之婚在所难免，不算可耻。哎呀，这句话听着很耳熟啊，是不是听谁说过来着？我说的。怎么了？吃完饭，你早点回去休息。没事啊，你们聊嘛，我等着你们一起回。我有事情要找你。师弟，你下午是不是还有事儿啊？没有。哦，我家师弟吧，动手术一向都快。师兄，拜佛。过去。喂，高速发生连环车祸，赶紧回来！赶紧回来！哎，方医生，这么巧，我正要去找你的呀。这是我女儿楠楠，刚刚拿到她的脑部和肺部 CT， 想请你看看有。这是我师弟，神经外科专家，请他帮你看一下。肺部和脑部钙化，之前有没有得过肺结核？啊，有，楠楠小时候得过肺结核，但是脑部你看有没有问题？以后会不会？脑部看下来没什么问题，肺结核的确会导致这样的情况，但钙化一般不会癌变，除非你肺结核复发，加强钙化。谢谢，这下我放心。你看我做什么？我有吗？你找我是什么事？哦，对，你交给我的一堆工作我都做完了，等一下拿给你。就这个？就这个。林总，
我祝愿不忘工作，这几天的工资可以照常给吧？聂小姐为自己的公司工作，还计较这个？说的好像你自己不拿工资似的。我是打工的，当然拿工资。哦。不给加班工资算了。你帮我过第5关吧，我怎么都过不去。好。你现在不打吗？你别看它操作简单，实际上比上一个游戏难多了，其实很考验智力的。你快点打嘛，我真的过不去。你好厉害啊！聂西瓜，你有没有发现你什么？快要出院了？啊？怎么就突然下雨了呢？方向好像不对吧？下雨，我直接送你到无锡。我去火车站自己搭车就好了。你家在哪？手机没开导航。有密码。等一下。你开车还戴眼镜？车祸后眼睛受到了一些影响，下雨影响视线。那你那次车祸还挺严重的。其实，你真的蛮厉害的。哦，怎么说？你来了之后，公司士气明显大增啊，所以你真的干什么都很厉害。你笑什么？得到未来的老板的肯定。难道不该笑？我才不是你未来老板。说不定。
谢谢。那我回去了。谢谢。你开车回去小心点。西瓜，你总算回来了。哎呀，不好意思，麻烦大家帮我干活了。没事，你也不想了嘛。终于回来了，西瓜。你又胖回来了，这绝对有5斤，脸上的肉都紧实了。你这是嫉妒。能不嫉妒吗？你每天吃好喝好，我的活整整多了1倍啊，有没有？你看，你知道我的存在有多么重要了吧？知道了，大爷。我以后再也不敢忘带钥匙了。现在英杰不带钥匙的事情已经全公司都出名了。别说了，主管。上周我去给财务部吴总送文件的时候，走之前他居然表情严肃地跟我说：“以后别再忘记带钥匙了。”让我死了吧！你还好意思抱怨？小聂可被你的马虎害惨了。没有。小聂，现在好了吧？好了。我们部门的人本来打算一起去看看你，但是林总说你这个病需要静养，一群人去不太合适，我们就都没去。你可别见怪啊！啊，不会。那一会儿10分钟后开个晨会，林总也出席。OK。早上好。早。首先呢，欢迎我们同事小聂康复出院，回到岗位。什么都没有健康好啊，小聂，下次可要注意了。收到，我已经满血复活了。有什么事情，领导们尽情吩咐。那我就不客气了。这周管理部门的主要工作呢，是做好季度复盘和年度工作总结，以及制定公司年会方案。最后呢，还有一件重要的事情。最近我总听别人说，我们部门的风水有问题。有人说啊？我怎么没听说呀？谁在胡说八道？都传到林总耳朵里去了。我去查一查。哎，都什么年代了，还有人搞封建迷信呢？不过上个月我受伤，这个月又有同事，跳楼。别人有所想法，也在所难免。所以我打算本周我们部门的人出去聚个餐，也好转转运。这一次聚餐呢，当然不能算公费，由我和聂锡光一起分摊。啊？为什么我也要分摊啊？难道不是因为我们相继出事，才引起流言的？这也行？你别把话说的好像我们闹绯闻了似的，好吗？贵吗？哎呀，林总选的地方会不会很贵啊？据我夜观星象，你必定是个月光族，要不要我借你点啊？那你夜观星象帮我算一算，如果我不带钱包让林总一个人付钱会怎样？这个不用观星象了，我用膝盖一算就知道，你隔天会加班，狠狠的。不过你也不用太担心，以咱们林总的风度和人品呢，估计也就说说而已，不会让你付钱的。PS， 就算要你付钱，也不会太贵的。
当我没说。不上去吗？哦，好的。我悟了，越贵的越保险，没准便宜的真要你付一半。这么贵的，林总肯定不会让你买单的。走。安全了，安全了。帝王蟹。大家这战斗力可以啊，都吃饱了吧？吃饱了。看吧，我说的没错吧？林总果然自己去付钱了。到前台来一下。林总，聂旭光，我忘记带钱了。好。请签字。我突然想起来，住院的押金还没给你，2清了。都2清了。今天要不是林总请客，我1年都舍不得吃这样一顿大餐。是啊是啊，我发给我男朋友，他羡慕死了，说我们老板比他老板大方多了。谢谢林总，太有面子了。不客气。哎，这家海鲜一定挺贵的吧？这家挺有名的。还好。习惯，你怎么了？晕车了？没，吃撑。谢谢林总。谢谢林总。拜拜，林总。林总，拜拜。这一切怎么这么不真实呢？之前还好像敌人一样，真的可以一下子变成朋友吗？真的可以变化的这么快吗？等我一下。东西掉车上了。没有。林宇森，我们真的彻底和解了，是吗？ Falling out of time when you are near, singing in silence and the world stops, spinning out of line so uncontrollably. When you are near, 那你之前到底为什么看不惯我啊？ 因为你无忧无虑啊？是吗？因为你无忧无虑，
忘性又大。我好了，你该回去了，他们还在看着我们。哦，那我回去了，拜拜。无忧无虑，忘情又大，难道这是在说二？你刚刚跟林总说什么啦？我问林总，以前为什么看不惯我？他说啦。他说我太二了。啊？综合而言，双反政策下的日芒能源性价比极高。如果我们有意布局新能源赛道，这会是很好的入局点。还有不同意见吗？Chris 说的很对，日芒能源确实性价比很高，只是前不久，日芒能源为其海外子公司 HTCL 向他行做了一笔高达2亿美元的担保。从风险控制的角度出发，针对这一点，风险组早就有了反馈。日芒能源确实为 HTCL 公司提供了巨额担保，但 HTCL 公司是日芒能源和海外基金迪文太阳能基金的合资子公司。就在日芒能源的境内担保发生后不久，迪文就为这笔担保提供了价值3亿美元的海外债券反担保，有效对冲了日芒能源的风险。所以我认为，投资日芒能源风险可控，收益可观。辛苦Chris，其他同事还需要有补充的吗？那好，我们散会。这是您前天开会时提到的，近2年竞对投行设立的行业分析报告。此外，我还整理了5年内其他。张雪，刚才会上提到的那个日芒能源公司投资案，你怎么看？尽管双反政策对光伏行业的打击空前，但新能源仍是个好赛道，一定存在好的机会。我当然相信，公司风险管理组的行业资料一定非常全面，但涉及跨境担保，还是建议要更加慎重地核查细节。好，我知道了，你去忙吧。老板让风控组对日芒能源那个项目进行2次海外背调和审计了。我知道了。下午那谁在老板办公室待了好一会儿，真的无语。日芒能源能在美股上市，又有迪文的反担保，在财务安全性上的保障是毋庸置疑的。再次审计就意味着收购周期延后，这么好的标，分分钟有被其他投资机构截胡的风险。他这番操作，纯属杞人忧天，没事找事。算了，谨慎点也是好事嘛。是，但我真的很烦那种有话不当着面讲，转身偷偷跑去跟老板说的人。哎，你会不会想多了？毕竟你也没听见，我看状也不像是那样的人。怎么不像？长得不像？敏，你不要以貌取人啊！那人家的确长得很帅嘛。喂，倩倩，是吗？2号的婚礼，恭喜你啊！当年宿舍里答应我的事儿，你没忘吧？你不会忙到没时间了吧？当然没忘，一定有时间。
4辆追到手，那多好啊！大家都是熟人。我还不努力吗？可能就是看不上我吧。别说我了，祝你跟张真早日结婚。结婚，把阿珍娶回家。娶回家。庄旭，你来当我伴郎啊？哎，我就知道你心里有庄旭啊，就连伴郎都要挑最帅的。好，反正我肯定最晚结婚，可以给你们所有人当伴郎。怎么可能？你什么行性？想结婚不是分分钟吗？我现在拿什么和他在一起？早知道合计的结果是天天陪老板加班，那也是可以不和解的。林总，你还不走吗？那我下班了。等一下。林总，我有个问题。你问。你为什么老叫我加班呀？明明还有其他人。聂希光，这家公司你家有49%的股份，利润差不多一半归你家。所以让别人加班，我会有罪恶感，觉得在剥削劳动人民的剩余价值。让你加班就没这个罪恶感了。还有，聂希光，下班了之后，你能不能不要叫我林总？为什么？会有一种下了班还在为你打工的感觉。林宇森，再见。聂希光，回来。怎么啦？今天早上我办公桌上的无锡大阿福，是你放的？是啊。有人说要抓主要矛盾吧。上次回苏州的时候，在火车站等车，我忽然就顿悟了，就在车站买了一个，15块钱不用谢了。哦，对了，那个是给你挂车子上的，不是放在桌上的。保佑你行车平安。上次回来就买了，怎么现在才给我？之前一直在抚平大餐带给我的伤害呀。受创这么深吗？你早点给我大阿福，说不定我就不会忘记带钱包了。自制产品敢不敢用？这是什么？去疤痕印记的中药药膏。啊？朋友那儿拿的，你那些皮外伤留下的印记可以用这个消除，效果不错。谢谢。其实已经不要紧了，这个印子过阵子就没了。话是这么说，但是我担心你这个理由拒绝我。
什么拒绝你？这是林总朋友婚宴的情景。上次尖叫害你掉下去的那个女生？是的。他说，他朋友上次就是路过苏州给他送请帖的，结果看见我爬阳台，吓得不行，好像是有恐高症吧。林总说，他一直觉得心里很内疚，就特意邀请我去参加他的婚礼。元旦那天在上海，我要不要去啊？当然要去啊，白吃白喝为什么不去？哎，你不用送份子的吧？不用吧？哎，这不是重点啦。怎么不是重点？看看嘉宾名字，你的名字和林总的是写在一起的，那你就不用送了，这种算一份的。不过，你的名字像是新加上去的。那肯定啊，人家之前又不认识我。这自己还有点别扭。可能请帖都是让字好看的人集体写好，后面这个是新娘自己加上去的。可能吧。总不至于是林总自己加的吧？他的字可比这个好看多了。你想什么呢？他骗我去喝喜酒干嘛？也是。反正不用送份子，肯定去啊。你打扮得漂亮点儿，目标白吃白喝。你冷静。就是英姐，你怎么比西光还兴奋啊？因为我是一路看他们走过来的，懂吗？现在西光都和林总一起去参加婚宴了，这叫什么？叫患难见真情。哎，西光，要是早知道你跳下楼就能让林总对你改观，你早该跳了。要是让你从2楼跳下去，就给你升职，你跳吗？升多少啊？我得再想想。